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一期播客里，我想聊一聊怎么才能学会任何一件你想学的东西。其实一开始我还蛮犹豫要不要聊这个话题的，主要是因为我并不能够说自己是那种学什么都能学成的人，只是说相对会更快一些。但是正好最近我有相关的一些思考，所以在这里更多的是想和你一起探讨这样一个话题，而不是我单方面的经验输出或者说教吧。那为什么我想聊呢？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去攀岩的时候，看到一个可能就7、8、9岁的小孩，非常的厉害。他在攀岩馆里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爬，然后爬的路线几乎是除了比赛专用的路线之外最难，或者说倒数第2难的路线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小孩未来如果能够有一些正确的引导，那么他能够做成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呢？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小时候的经验对我们成年之后各种各样情况下自己的反应也好，自己整个人的状态也好，有多么大的影响。而其中如果小时候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在成人之后成功的概率会更大。当然这只是我单方面的一个理论，但是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是这样认为的。假设说在小时候某个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好，或者通过老师的引导也好，通过微小的努力和积累，然后达到了某个比较大的成就，也许是在学校里考试考得特别好，也许是像我刚刚播客里提到的那个小孩能够爬非常难的攀岩的路线，又或者是他学会了一门乐器，然后能够表演得非常好等等。总之就是这样一个通过微小努力然后达成某件事情的这样一个经验，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因为它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边已经帮我们做好了一个铺垫，那就是我只要努力，那么我就有成功的可能性。这样当我们成年之后，如果想去学一些事情，想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我们需要付出的意志力就不需要那么多，可能相对轻松的我就能够获得一些成功，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已经在暗示自己，如果我努力，那么我就有可能会成功，所以我就不会有那么多在中途怀疑自己然后放弃的这种情况出现。当然这有一个前提是说，这个人在成年之后能够有恰当的机会、恰当的引导、
恰当的时机等等，才会有这样一个顺利的体验吧。但是我认为在小时候有成功经验的人，在成人之后会更容易成功。这种小时候的成功并不一定需要是那种影响广泛的成功，可能只是一些小的那种成果。打个比方，我小时候其实我的体育并不是很好，因为从小没有什么做运动的习惯。然后到了初中中考的时候，我们得知体育分数会被加到总分的计算当中。那本身平时学习其实已经很难了，提升1-2分都是很困难的事情，结果体育这个项目一下子需要占到几十分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其实当时我是比较有一些担心的吧。然后呢，我大概从初2的时候开始，每天或者说经常性的我就会去我家后面的山上跑步。然后当时我也没太在意，没有多想，就是每天去跑个10分钟、20分钟这样。然后当我到了初3的时候，也就是初中的最后1年，我发现自己突然能够比较轻松的跑下800米了。这在初1的我是没办法想象的。然后后来在中考的时候，我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上都拿了满分。所以这样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我每天不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可能就10分钟、20分钟，但是我积累下来1-2年的时间，最后我是能够做到我以前看来没办法做到的事情。这其实对我现在去学一些事情就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学钢琴，去年6月份开始学钢琴，当时我一开始就想弹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曲子，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看五线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学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的歌曲，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天一天的这样练下去，最后我是能够弹一些比较难的曲子的。所以我从学钢琴到现在，我几乎是每天都有练20分钟左右这样。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弹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曲子了，所以反而会帮助我去更加的激励自己继续练习。那也许你会问，如果我小时候没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那现在还来得及吗？那我的答案是还来得及。但是与其去拼意志力，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改善自己的方法，因为毕竟意志力是一个有限的资源，而且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其实白天都需要工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耗费了很多意志力，所以在工作之外的那一点时间里，意志力其实已经是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些方法，帮助自己更容易的去学习。那最直接的就是找老师，找人带你入门，并且帮助你体会一个小的成功。有了这样一个小的成功的体会之后，就很容易坚持下去，并且你可以甚至让自己不断的有这样一个小的成功的循环，然后不断的去激励自己继续做。这样说有一些抽象，
那我还是拿我自己学钢琴举一个例子。我一开始学钢琴的时候，主要是在用一本所谓成人钢琴教程的这样一本书，那里边一开始的曲子都怎么说比较无聊吧，但是呢我就跟我老师说，这个曲子我很喜欢，能不能在学这本书的同时我也来练这首曲子。然后这首曲子是我喜欢的一个日本动漫的配乐，然后里边的钢琴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旋律非常好听。然后我的老师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节课就一半时间上这个书里的内容，一半时间学这首曲子。最后即使是可能1分钟多的这样一首曲子，我们花了大概有3个月4个月来学这样。但是当我真正听到原来我可以弹自己喜欢的钢琴曲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想再继续学钢琴，然后弹更多的曲子。然后当我真正学完这首曲子的时候，我迫不及待的就想开始下一首曲子。但其实这首曲子在我3-4年前，我自己有买过一个那种电子键盘，然后自己学，但当时我并没有学下去，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手法应该怎么练。用英文说就是 fingering， 对吧？在钢琴里 fingering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因为我就自己在练，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弹才是正确的。然后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里应该轻一点还是重一点。但是有了老师之后，他就会给我一些这方面的指导，所以最后弹下来很好听，也没有那么的困难。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找老师帮我入门，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成功来不断激励自己坚持下去的例子。所以如果你想开始学一些事情，如果你在经济方面上没有很大的压力的话，我很建议你去找老师帮助自己入门。就算是可能在入门之后你不想继续跟着老师学也没问题，但在入门的时候找老师，然后帮助自己建立这样一个成功的循环，通过坚持练习，然后达到某个目标的这样小目标的这样一个循环，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第二个 tips， 第二个点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找到相通的点。这个的话在学习语言上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相信学了中文的你能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比如说你学了中文之后，你再去学日语，虽然中文和日语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语系，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汉字，对吧？所以如果未来你想去学日语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比较汉字的相似之处来加速自己的学习。那同样的，如果我想去学法语，那我就可以用很多西班牙语的知识帮我去推导法语里的单词，甚至是一些语法，因为这2个语言都是拉丁语系，有非常多的共同点。那同样的，在学不同的乐器的时候，你也能够通过比较不同乐器之间的不同和相同点来加速自己的学习。所以寻找相同点这个事情，它可能更多的是聚焦在同一类事情的学习上，而不一定是不同事情之间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可以有意识的去应用的一个点。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建议就是关注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的英文叫做 First Principle。这个词其实最近被很多人有提到过，我都有点不想提这一点，但是我最近其实还蛮有体会的，关于第一性原理，所以还是想提一提。那具体这个体会其实是在我工作当中发生的。我工作的这家公司主要的客户都是半导体行业的。半导体行业指的就是 semiconductor industry。那半导体行业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业，并且由于它其实离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远，所以很多内容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都不太会聊到，也不太会看到。那我是没有什么工程或者理科背景的，所以当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蛮多自己不太了解的内容。那我现在在我这家公司工作了2年多，就杂七杂八的有捡到一些知识，但是相对来说都比较碎片化。然后前几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去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看半导体行业里为什么大家都在做一些事情以及一些趋势呢？然后我就和 ChatGPT 稍微聊了一下，让他给我解释半导体行业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我就不在这里解释了，因为内容比较专门。但当时我看了这个第一性原理的内容之后，突然感觉我之前那种杂七杂八通过不同项目积累起来的关于半导体行业的知识，好像一下子都连了起来。那当我再去接触新的内容的时候，我会感觉好像很多事情我很快就能够去理解。所以未来如果你想去学一些东西，不一定是那种像乐器或者是体育运动这样需要肉体物理上运动的这样一些内容，更多的是可能一些理论上的内容的学习，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去了解，并且不断的去通过比较第一性原理和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内容之间的这样一个互通之处，就能够帮助你去更快的理解相对来说理论性比较复杂的内容吧。那以上就是我认为怎么样才能够去学会任何一件你想学的事情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些理论。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思考呢？欢迎和我交流，我也很好奇有没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理论或者看法或者方法，能够帮助我在未来去学别的事情的时候学得更快更好。那这一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